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现代先学研究与科学训练法》第8集。今天我们来聊聊仙家的玄关。玄关在葛家丹经中的描述都非常隐晦与神秘，关于玄关的位置也说法不一。至于玄关的重要性，文献中说道：此窍一开，百窍俱开，全身84000毛孔，360骨节，一气爆开，百脉流畅，先天药物随心化生填补，内丹仙道欣然有望矣。在第4集也谈到，知此一窍，则金丹大道之能事尽矣。所谓得其一，万事必是也。现在我们就以科学的角度来解释什么叫做玄关。首先从《说文解字》开始。在建筑学的角度，玄关又称门厅，是指建筑物入门处到正厅之间一段转折空间。东亚传统建筑中具有藏的概念，玄关是屋外屋内的缓冲，使屋外屋内有一定隔开。在道家就隐喻为凡人与神仙的区隔，以及先学修炼门内与门外的区隔。从丹道的角度，这样的区隔性必须在修炼状态下才会产生或感受到，在一般普通状态不会有任何特别的感觉。所以有练才有，不练没有，因此才叫做玄。那么要如何才会进入修炼状态？答案在第1集的沉思。进入凝思的修炼状态，使意识聚焦在松果体而产生血液、筋膜、电磁场、内分泌的活跃，能量在松果体位置凝聚与集中。在未打开筋膜粘连之前，因血液在特定位置频繁流动，筋膜张缩活动变得强烈，产生了能量种子在粘连部位膨胀，对细胞造成强烈的挤压感。于是神经系统回传大脑的讯息就是卡住的感受。道家把这个感觉称之为丹，因为粘连部位的电磁场集中，造成该区域的细胞挤压感受，所以这种卡住的状态也叫做关卡，简称为关。所以玄关用现代的科学角度来解释，就是意念聚焦身体部位时，因生物电磁场能量聚集，造成血液流动与筋膜扩张，而对筋膜粘连区域细胞造成的挤压感。如果在这当下立即检测该部位的人体电磁场，相信可以侦测到强大的数值。仙家的玄关便玄妙在这里。因此玄关没有一定的位置，因为会随着你意念聚焦的地方不同而改变。当凝思打通筋膜粘连的过程体验过后，马上就能理解与真实体会什么叫做打通气脉的感受，进而全身的气脉也都可以沿用同一个道理来运作和开通。所以性命法诀明旨才说得其一，万事毕，也称之为一通百通。因为方法与原理只有一种，体验过的叫做入门，称为修仙，还未体验的就是在门外，叫做凡人。道家的丹，我们现在可以定义为修炼状态下生物电磁场的凝聚集中，造成筋膜粘连区域的挤压感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上述论点是以修炼状态为前提，而不是生病的状态。如何区分是不是生病状态，非常困难，需要有经验的导师带领，许多微细处无法靠自己分辨。换句话说，有可能自己认为修炼有了很大的进展，身上有强大的能量窜流，但其实是一种病症，久了身体会产生病变，不得不小心注意。
想要深入仙学的修炼，仍需要有经验的前辈带领。如此，在修炼过程遇到的种种难题与障碍才能顺利化解。另外，在藏密修行里，也着重于脉、TSA、气、浪、明点、Taigo 的训练，也就是通道、能量的种子。藏文扎 TSA， 梵文称为纳迪 Nadi， 英文译为通道 Channels。根据藏密无上瑜伽部所说，人身共有72000脉，遍布全身。左右脉会在不同部位交缠中脉，而形成所谓脉结，也就是筋膜粘连。如车轮般，在中脉上共有4处脉结，从下道上依序是脐、心、喉、顶轮。这4轮就是练气的关键部位。明点是人身中生命能量的凝聚点，是生命精神之精华。气则是流动的能量，属于生物电磁场的范畴。道家的丹虽然在生理上的反应与感受大致都一样，但以生物电磁场的强度来看，丹还有分很多种层次，我们会在后续的篇章仔细探讨。玄关是一切修炼的基础，也是所有修炼的历程。它既是开始，也是结束。所以得其一，万事毕。修丹中间的过程与观察，都不是刻意的制造或蓄意的感觉，而是玄关修炼过程中产生的种种感受。这些觉受都是副产品，是无法预期的发生。许多初学的行者，为了追求某种丹经上描述的境界，例如转河车、三花聚顶、武器朝元等等神妙的想象，而刻意的去运行体内的能量，在没有具经验导师带领的情况下，是非常危险的行为。必须要有前辈的监督与引导，修行过程的安全性才能获得保障。说到这里，我们聊聊小说中描述走火入魔的状况。关于走火入魔，我们分走火和入魔2个部分来讨论。走火是道家修命功所产生的偏差，入魔则是修性功时产生的偏差。走火的现象，简单说就是生理上的能量失控，造成身体各方面的疾病。入魔则是思想陷入了对于特定概念或幻觉的执着，一意孤行，对生活或人际关系产生了负面的影响。基本上，入魔的状况多数也是导因于能量失控。原则上，身上的能量可以被聚焦，但不建议自行随意去控制方向，需要在老师的监督下进行。而聚焦当中的细节，就像煮菜一样，火候与时间的拿捏，无法用文字将所有状况都说明清楚。即使丹经道书中的描述，也多半只有隐晦的譬喻。除了亲自体会，也要请益有经验的前辈。藏密明点的修法等同于仙家玄关的锻炼，唯一的区别除了聚焦位置的不同，明点更着重于应用密咒与观想来打通脉轮。关于密咒的修持，可以参考第4集的内容。而脉轮以外的范畴，则不在明点修持的重点。仙家的内丹修炼反而没有特别注重3脉7轮，而是注重奇经8脉、大小周天、孕育阳神等等。奇经8脉对于维持身体机能优良的运作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。
因此丹道与明点两者是不同领域的锻炼。三脉七轮和我们的神经中枢系统、边缘系统、筋膜深前线有非常关键的连结，相当于仙家修行中更深邃与奥妙的功夫。关于三脉七轮等更深层性命双修的奥妙领域，属于藏密和失传已久的唐密及深成佛法门。未来将另辟单元，深入探讨唐密金胎二部妙法莲华的实证方法。期许本单元系列的科学论述在未来可以获得学界严谨的检验，促进仙学在科学研究上巨大的进步。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欢迎留言、按赞与分享，点击下方订阅，持续锁定关注微仙学修炼课程频道，一起迈向健康长寿的幸福人生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集再会。